那劉醫生，除了以上您說的這些啊，比如說像受涼，或者說突然做一些動作，這些細節我們是不是也要注意？这個非常重要啊。頸部這個肌肉啊受涼後啊，容易痙攣，誘發會加重這個頸椎病的疼痛。所以說吹空調屋，避免這個冷風直吹。冬季啊要加一些圍脖、圍巾啦，保暖頸部。這是最有效的、最簡單的一個保護。另外，剛才提到要避免所有的這種突然暴力的這種轉頸動作。比如急剎車時不要猛地這個甩頭啊，看後邊啊，尤其是做一些運動項目，要做好熱身，轉頭要控制，不要突然轉身、突然轉頭。還有就是，不要隨便到某些這個正骨的地方做這種按摩或者掰脖子這種咔咔掰脖子這種動作，風險非常高。那也就是說呢，動起來才健康，是吧？我們一定要有這個安全有效的這樣的康復訓練的，或者說康復鍛鍊的這樣一個方法。那我們可以這麼理解啊，就是我們一個良好的習慣呢，是對於頸椎病有一個很好的防禦的這樣的一個功能。我們鍛鍊呢，則是主動加固咱們的城牆。劉主任啊，我現在想請教您幾個問題哈，比如說大家能不能在這個安全有效，或者說適合大多數人的頸椎康復的訓練動作，我們在開始之前有沒有什麼總的原則要叮囑我們觀眾朋友們注意嗎？剛才其實也提到過，總原則就是溫和，緩慢，無痛，所有動作都應該在無痛的，或者仅有輕微的一种牽拉感了，不然一出現剧烈疼痛就立馬要停止。如果某個動作，比方誘發或加重了疼痛或者麻木，就及時的就不要再做了，不要再自測了，我還不要再做檢查了。鍛鍊的目的不是挑戰極限，而是讓它喚醒，做熱身，强化這個肌肉記憶。我們開始第一個動作，就是收下巴，就是這樣，對，收下巴吧。這個收下巴用低頭嗎？不用低頭，就是纠正頭，尤其不要低頭，因為它不能前傾啊，头不能前傾，就是靠前站立或者坐直，腰背挺直，目视前方啊，就緩慢的，就是平移你這個頭部。做出一個雙下巴，就是对，好的判人效果就是雙下巴。感觉這個後邊哈有個輕微的拉伸感，覺得這個肌肉的拉伸，保持在最後的動作保持5到10秒鐘，然後慢慢的回來這個初始的位置。建議啊每次啊10到15次，每天呢2到3次就行。這個要點就是全程要肩膀要放鬆，不要耸肩，不要這樣聳肩啊，就是放鬆，移動是頭，或者是就是移動頭，不是說下巴在前後移動啊，不是，尤其是不要做這種前傾的動作啊。那大家跟着一起做一下哈，是這樣是吧？這樣有一種雙下巴的感覺，我們要肩膀放鬆，不要聳肩。頭呢不要這個向上，也不要向下着的這個感覺是吧？是頭部的移動啊，我們其他部分不要動。感覺是不是很輕微？其實啊，您看啊，劉主任，這個動作看似簡單，卻是在糾正我們的烏龜頸。對啊，那強化頸椎向前穩定肌肉的黃金動作，記住關鍵詞：水平後移，做出雙下巴。來，可不可以教我們第二個動作，劉醫生？肩胛骨就是後邊肩膀的後邊肩胛骨的一個後縮擠壓，就是做這種擴展後擴展動作，對，穩定一下這個頸肩部，雙臂也可以自然下垂，做這種後縮的這種，兩個
感覺2個肩胛骨在往中间打開，对，有一種打開的感覺，是吧？对，就是瑜伽裡經常說的開肩的這個動作哈。開肩的動作，對。想象當中就是脊柱中間有一張紙，我可以夾住，做到這個動作。感覺這個脊柱就像是咱們這一個書的側邊的這個，就一個縫兒一樣啊，縫兒，然後我們像一本書一樣，這樣打開了，打開了後邊就把它夾住了，然後保持個4-5秒鐘，然後再放鬆，這也是每組10到20次吧，每天的2到3組啊。這個要點就是不是簡單的這個往後哈，而是要有點下沉的感覺啊。這個可以就能改善一下這個圓背，就駝背啊，就是頸後這個駝背畸形。剛才啊，其實您教我們大家這個動作啊，對於咱們久坐族呢特別友好。來感覺一下，做的時候是不是我們的胸部也自然的打開了？那麼口訣就是我們的肩膀向後沉，背夾緊。對啊，那劉主任能不能來教我們第3個動作？就是頸部的一個各個方向的一個等長收縮吧。就是激活的頸，就是刚才提到的頸部的這個肌肉的挛縮吧。這是個靜力性的練習，頭基本不動啊，通過對抗這個肌肉來激活這個肌肉了。就是雙手交叉置於這個前額，頭這個向前用，就是對抗這個手，不要手不要動，脖子頭也不要動，對抗，有這種對抗的感覺，就行了。然後這时候頭往前對抗，也可以用手往後对抗，但是都不要动啊，就是一種潜力的这种肌肉的对抗训練。对抗5到10秒後，再放鬆。後部就是這樣後邊啊，也是這樣，手往對抗這個頭部的往後的，也是保持不動。還有就是這個手對抗這個後部往頭的往後，這個動作也是對抗5到10秒。側翻就是右手放在這個右部這麼倒，也是對抗啊，就是頭不要動。這叫等長收縮，就是不動的情況下，肌肉在發力。我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我能感覺到我左邊的這一塊的肌肉有被拉伸到。對，就是左右都要做每個做一次。對。第4種啊，你不長伸，就是頭部不要移動，不要這麼不要移動，就是保持不動，讓這種肌肉的力量對抗，平衡就行。這呢也是非常安全的肌肉訓練。那其實這個動作呢，仿佛是像我們自己的手，對，在掰手腕，對吧？但是咱的頭是幾乎不動的，能很好的激活那些深層的穩定肌。我們記住的口訣就是用力對抗，但是要保持不動啊。